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卡特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一个对线情况。这局特地挑了一局，对线梅尔的。梅尔的这个英雄还是线上太强，前期手很长，是吧？你还是就是说你要去跟他互拼的话，除非你也手长，知道吧？如果说你手短一些，那你就是要被这个人嘛梅尔去远程一直消耗，一直压着打。而且到后期，如果你跟他和平发育，人家到后期，我看不懂梅尔的伤害就是变态，而且有斩杀。是吧？就是如果你血量卡的刚刚好的时候，被他 A 内一下，他直接就给你斩杀了，也是很难受的事情。这英雄，反正我打排位是真没见过他下过班位的。你们是不是梅尔几乎看不到吧？几乎下不了班位吧？我发现奎章提跟这个梅尔到现在为止在班位上面是常驻嘉宾啊。主要还是强，已经削了很多次啦，但他那个机制，但他没有，他有点削在的那种不痛不痒的地方，比如说他那个 W 技能，确实 CD 长了以后对他来说很难受，比如说爱玩梅尔的来说，但是跟伤害比起来，这玩意儿真有点不痛不痒。说实话，玩梅尔很多玩家，他们除非绝活哥吧，或者说一些高手，他的 W 能，比如说开出来的时候同时挡，就是专门留来挡，同时，比如说2-3个技能伤害，这让他弹回去。那大部分来说都只能说弹到这么一个，或者说像那种大树的大招是吧，拿来弹回去，是吧？比较简单的。那大部分来说的话，都是。就是很多玩家玩的那个梅尔，就像刚刚他第一次放 W 那样子，其实伤害一点都没挡掉。但没关系，卡特前期的话算是度过了最难的5级前，就是卡特最难的一个阶段。这英雄你要去杀他的话，你压不到血量是有点难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去游了。这里一靠近兵线，他肯定就要丢技能，他梅尔最喜欢就是连人带兵一起丢，但人家也很警惕秒不掉，装备还没成型。卡特最好就是第一件做法爆球，好收割。他没必要做重伤，因为他的大招就有重伤效果。暴女来了，直接交闪现有点难打。这里跳过来，大招没大招的，所以接一下就其实可以跑了。完了，螳螂，对方没大招，大招已经交了是吧？交早了，这个谁啊？梅尔。像有时候中单，比如说你看不到对面中单，或者说你自己注意到你对线的人是吧的一个动向的时候，你要给队友一个信息。首先，别人不给你信息那是别人的事，但你自己对线的话，你身为一个中单，那你要给到队友的信息就是中单是不是在你眼上？如果不在脸上的话，不在你的面前，那你就要注意了。
有人靠过来，直接上个点燃，E过来直接大招收割掉。那应该是跑不掉了吧？对面斩杀了。哎，对面梅尔说实话都没那么大动，就是他其实不用这么费那么大劲去杀这个卡特的，说明一个点，看到人头太兴奋了，彻底疯狂。哎，不过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会因为他这个背景音乐啊，因为他们直播呢全都有 BGM， 所以为什么不可能说放那个给你们，也是这么个原因，全是版权，你知道吧？像其他的博主，他们录下来以后，他们也是把那个 BGM 全部取消掉，留下主播的声音嘛。但哇，好多好听的音乐，有时候我听了会很开心。像这次的话，又是欧美风节奏拉满的那种音乐，让我很开心。哎，也会影响到我的一个状态。如果没有 BGM， 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单调。可能听到好的音乐我会心情会愉悦一点，就比较恶逼一点，是吧？说话的方式都会这样子。确实，音乐会影响一个人当下的一个情绪状态。像我开车就会很喜欢听音乐，这也是一个点。这里过来，但身上有猫咪所以打不出太多的输出。人家猫咪可以立刻奶回来又更别提它还是双奶豹女自己都有一个 W 技能，对吧？像没有一塔的中路，对射手来说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。像卡特想要去 counter 对面的上单的话，够呛，除非对面上单是炸了那种，还好。你看这边，虽然只能清完线去规避对方，跟他打不过的，怎么打得过嘛？除非你手长。他第二件的话是做风暴狂涌，风暴狂涌的话，要是有移速加成，这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在就是说施加了风效以后自身的那个有25%的那个移速加成，就对卡特，比如说作为切进，然后或者说追击敌人来说都是很好的。这波清线的机会都没有队友没有拖时间，所以只能跑。这波线吃不了，只能吃回推线。对面豹女带一只猫咪的话，确实很恶心。对面猫咪也会玩，这个时间点就不要去跟射手，没必要。射手没有3件套就是弱势期，你对线期是没办法，一定要去让射手有那么个对线能力，知道吧？不然等对面 C 位要是起飞，提前3件套或4件套，那你不得直接炸了？就射手在对线期，其实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跟对方射手对线的原因，就是一个点，两边射手互相限制发育，知道吧？有辅助跟没辅助完全是2回事的，所以在对线期射手，特别是辅助你要明白你自己是玩的什么东西。游可以游，但你要做完你在线上能做的事情，甚至说你做完了你去游，你还得保证你关键时刻你是能回来，或者说要开团，或者说双人
找机会，说对面就有给兵线压力的时候，你有那种帮忙解线的能力。这边伤害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开始可以秒对面的 C 位了。说实话，对面豹女一直不给这个中单太多的压力啊，他前面给了，但不多。那卡特起来的话，已经起来了，其实。风暴狂涌对卡特来说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，它本身就有6%的移速加成，再加上它这个装备效果提供25%，那切入或者说跑路的话，什么些，是吧？好像要碰大龙，是不是？给个视野看一眼。辅助靠过去，有视野的话，先回家补装备。这里的话，优先把大帽做出来。像鞋子，3级鞋子削了，2级鞋子提升了的话，它2级鞋子收益会更高一些。反倒3级鞋子你太早升的话没什么用。一般都是调到最后的时候来。哦，一刀劈死，没办法。这剩下2个伤害最高的。对面梅尔就是发育不是很健康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可以先开豹女的，开诺手。不是很理智，只能退了。哦，螳螂玩得不错，找了一波细节。这一波就看谁的伤害高一点，但最后还是螳螂。梅尔的站位有点不太好，梅尔一般。就算如果对面有螳螂的话，一定是要站在队友附近，不要去给触发这个那个叫什么孤立无援的效果。哇，这梅尔，看没有，就是梅尔就是这样子啊！哇，收割能力，他有斩杀的。再加上法花球或者什么的，他不需要做法花球，他就做那个炉灯，是吧？那梅尔我没怎么录到，而且玩不到。我看那些绝活哥们也不是很想去玩它。首先一个点，太容易上班位了。啊，果然是啊，就直接炉灯就够了。他后面就只需要做能增加法强，然后做个法穿。他第2件就直接做法穿，后续就只要做功能装备，他就是伤害高。我跟你说，高到离谱。就我反正瑞兹很强，但我首先一个点，瑞兹得要会玩的瑞兹才说强。对方豹女过来以后，直接一套技能。这里的话，留意技能直接跑。这波交闪现是属实有点亏，但极限的一个反秒，很帅。哎，那个闪现是要交的啊，不交的话，这波其实也是死的。啊，果然还是绝活哥的意识才到位。我还以为他会亏一个闪呢，队友收割掉了，没想到薇恩直接收割起来了。那反倒是这边赚了一个上路高地，还行。做一个这个
面杀，主要是对面的诺手啊，防对面诺手的一个勾，你做进场的时候被他一个勾直接打断的话，后续很爆炸。像很多情况下啊，只要有个切入的好时机，卡特就是个很好做切入的一个，他不需要教太多的技能，他就教一个 E 技能，是吧？然后 Q 技能给到以后，或者说 W 技能给到以后，直接给大招，不用说啊 Q 技能得先丢 Q 或者怎样的，主要是两边5人抱团对垒的时候，可能要丢 Q 技能去消耗一下，这还好。或者说你要 E 进去，立刻 E 出来，这样打一波消耗，可以这样子玩。但正常情况下就是你队友打起来了，你就直接 E 技能接大招。就后来我发现卡特其实也挺容易给就是出伤害的，像要进阶玩法，比如说要飞来飞去，像很帅一样那种的话，你看他这里就直接一个 E 接大招，就不需要太多的华丽的操作。但如果说你要在对线上是吧，去扩大优势啊，或者说在对线上不要被压得太狠的话，那确实这就是你需要去玩的一个进阶玩法。这就是你对这个英雄熟练度上来以后，你的手速跟得上，而不是说，就有时候你就不是说你的脑子去考虑放什么技能，而是你的肌肉就告诉你，你这个时候就要放 W， 直接或者说直接放 E。对吧？这就是你对这个游戏这个英雄熟练度啊上来以后，你的肌肉会告诉你要干什么，而不是你的脑子。等你脑子考虑过来，团战结束了。这的还是得靠这个，因为中单的手不是很长啊，还是得靠队友去。哦，这边上进场以后，再有一个大招，一技能拉出来了，打得太凶了，那好像可以结束了。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